大家好，我是耗子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给大家说个小秘密啊，我今年呢42岁了，已经呢工作大概20多年，表面上是行业的老炮，背地里呢其实却在干着一件事情，研究怎么最大化的使用我的 EDU 的邮箱。上过学的肯定是知道 EDU 邮箱是什么，其实就是教育邮箱。当然，我研究这个 EDU 邮箱呢，肯定不是为了学习，而是为了白嫖一些学生的优惠，免费的一些软件啊，打折的订阅呀，学生价的会员之类的，甚至呢会注册一些在线课程，只为了混一个教育邮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一个40多岁的人，还在想办法省那几十块钱的订阅费，这是精明呢，还是有点失败呢？先说实话啊，这件事其实很容易引发一些对立的情绪。有一种人会觉得啊，这有什么问题？会省钱呢才是真本事。在互联网时代长大的人，几乎被训练本能的薅羊毛，而且个个都是专家，哪里有漏洞啊，哪里有优惠啊，哪里可以用低成本拿到高价值，你不薅呢，反而显得你有点不够聪明。但另一些人会隐约觉得有些不舒服，我已经奋斗了20年了，为什么还会为这点小钱折腾呢？这背后呢，其实不是几十块钱的问题，而是一种体面感的崩塌。我们从小呢被灌输的成功故事呢是这样的：努力学习到找到好工作，找到好工作呢到升职加薪，升职加薪呢到中产生活，中产生活呢到不用看价格的生活。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不用看价格，这其实是我们很多人潜意识中的一个最终目标，不是豪车，不是豪宅，而是点外卖的时候不用选择价格从低到高。但现实是什么呢？现实是很多人确实年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，但依然在深夜对比这个软件学生价9块9，正常价19块9，有没有办法能用到这个9块9的优惠呢？这时候问题就变得很微妙了，你是在理性消费呢，还是在用时间交换一种占便宜的快感？因为很多时候你省下的不是钱，而是一种心理上的胜利。就像打游戏一样，我没有被平台收割哦，我赢了系统，我拿到了本不该属于我的优惠。这其实是一种非常互联网式成瘾的机制。但问题在于，当一个40岁的人还沉浸在这种小胜利中的时候，可能说明了一件更深层的事。我们这一代人呢，其实没有真正的获得安全感，哪怕收入不错，哪怕表面还很体面，内心依然还默认着一个前提：未来是不确定的，我必须能省一点是一点。所以呢，你就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：一边消费升级，买更贵的手机，换更好的车，去更好的餐厅，但另一边呢又极致的抠细节，会员要拼，软件要蹭，优惠呢也要算。这不是分裂啊，这是不安全感的两种表现。再往深一点说呢，这其实是中产阶级的一种集体困境。真正的有钱人几乎不会做这些事情，不是因为他们更高尚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时间成本太高了。就像周星驰电影里边说的嘛，我1秒钟上下几千万，对人家有钱人来说可能真不是吹的。他们呢不会花30分钟去研究怎么省10块钱，因为那30分钟可能真的值1000块钱。但很多所谓的中产啊，卡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，钱呢有一点点，但没有多到可以无视价格；时间呢也有，但又不够值钱到完全不在乎时间。于是呢就出现了这种行为，用那么不值钱的时间去换一点点钱，同时呢获得了一点心理的优越感。那这件事对于中产来讲是节俭还是失败呢？我觉得答案可能会更复杂一点，它既不是单纯的精明，也不是简单的失败，它更像是一种时代留下来的习惯。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是从资源稀缺的时代过来的，小时候呢要精打细算，年轻时呢互联网教你哪里可以薅羊毛。现在收入提高了，但思维模式其实没有改变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真实的画面，在认真研究怎么用学生邮箱去薅羊毛，为了省那10几20块钱。但这里面真正的问题是，你的人生到底要不要过渡到一个不过度计算的阶段呢？不是说要乱花钱啊，咱也没那个资本，而是这些钱可以买回你的时间、注意力，甚至尊严。当我还在计算那几十块钱的优惠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在无形中浪费了很多更珍贵、更有价值的东西，专注力、决策力和我的精力。我也是最近几年才意识到了这一点。我现在呢更倾向于一个中间的答案，偶尔薅羊毛是乐趣，但如果长期沉迷在其中，甚至要靠这种方式获得成就感，
那真的可能不是你太聪明了，而是你还没有走出那个必须要精打细算才能安全的人生阶段。最后呢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完全不在乎这些学生优惠，你会觉得是一种自由呢，还是会有一点点不舍得？如果你能看到这里有一点点的共鸣，可以在评论区里呢和我一起讨论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是耗子，咱们明天见。